眼前这片酷似荒山的地方，其实是一处10万年前的冰川遗迹，它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，如今以博物馆的身份全面对外开放参观了。早在1952年，中国地质学家李杰在勘探永定河引水渠的时候，便发现了这处遗迹。6年之后，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前苏联地质学家纳里乌金共同将这片遗迹认定为10万年前的冰川遗迹。博物馆和百科里都没这数据，但从北京文物局官网能查得到。之后这个地方便被建成了博物馆，并全面对外开放参观了。其实在日常的旅途中，我们不常去自然类博物馆，但这次在模式口把田义墓和承恩寺安排上之后，发现行程里还有富裕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就到这边拍一期视频记录一下。本次的旅途是3人同行，除了一个不方便出境的朋友外，另一个出境的朋友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的第4纪冰川遗迹博物馆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们是2025年6月下旬去的，当天的气温仅有38度。去博物馆这一路上都没多少人，越走越慌。他们俩就逗我说：“你别是想把我们俩卖了吧？”我说：“你们俩要是一起上，我几时打得过你们？还指不定谁卖谁呢。”好在没走多远，就来到了博物馆的门口。这边免费且无需预约。参观前记得先看看导览图，不看也没事儿，反正展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，走乱了也不耽误参观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展厅1，这边对冰川做了一些简单的科普。原来巨大的冰川也是由一个个微小的雪粒积攒出来的，而且这些积攒上百年的坚冰还会自行移动，当然运动的速度很慢了，一年也不过移动几十几百米而已。展厅内还有3个屏幕在播放纪录片，但3个屏幕的内容各不相同，看完之后不得颅内大战呢。它的附近就是展厅3，这边讲的是冰川的地质作用和遗迹。所谓的地质作用，指的就是冰川在活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，最后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冰川的遗迹。其中有一种叫做峡湾，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一种地貌，其余的都有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其实我们在今年是见过冰川遗迹实物的。这话是在2025年2月，当时我去贵州过年，中途就去了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的贾青冰臼群，而且同行人还是南希，这事儿巧了不是？所谓的冰臼指的是冰川融化的时候，会携带着大量的碎冰碎石，一路把下方的岩石给研磨成石臼的形状，这个就叫做冰臼。如果从航拍视角，你就能看出冰臼群的模样，它是大片大片嶙峋的白石，有时候会被水淹没，但枯水期就能下去近看。在这个视角看它，就有了一种孤独星球的感觉。下面我们来到展厅4，这边科普了干旱寒冷的冰期和冰川消融的间冰期，这是历代专家历经几百年的研究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。最后讲到了冰川的作用，它是一个固体的大水库。要么刚才说冰期是干旱的，因为水都被冻起来了，所以不可能是湿润的。然后我们来到展厅5，这是一个大展厅，内容比较多。这边讲到了地球的起源和演化，这就不多说了吧，每个自然博物馆都能看得到。然后集中介绍了几个冰期，前后后一共有3个大的冰期。最早的远古代大冰期给当时的生物带来了灭顶之灾，但并没有把当时的生物灭干净了。冰期结束后的间冰期，残存的生物大大繁殖发展了一波，这就是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。博物馆的现场也展示了很多对应的生物化石。然后是2叠纪大冰期，这次主要受影响的是南半球，但北半球影响比较小，爬行动物趁机在陆地上发展，甚至在中生代大间冰期还演化出了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。而在第4纪大冰期，人类则逐渐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，成为了胜出者。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动物基本上都长着厚厚的长毛，展厅里也有对应时代的动物骨骼牙齿化石。然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，来到一个半露天区域，这边所展示的就是刚才那些生物化石的复活版，其中比较好认的就是猛犸象和披毛犀，
它们身上都有长长的毛。此外，这个区域还介绍了中国各地的一些不同的生物群，还能看详细版的视频，但只有辽宁热河的视频是可以正常播放的，只要站在信号接收器的下边就可以正常观看视频了。但旁边贵州生物群的就不行，就算进去一个贵州人也没能成功激活。现在我们准备从这边上楼了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一个细节，原来我们每往前走一段就都能跨越一个时代，这也是一种加深记忆的方式了。上楼之后先来到实展厅，这边讲的是现代冰川分布，其中有2个大陆冰盖大户，就是南极和北极，然后是冰川的分布，其中中国的冰川存货大都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山区。之后提到人类在活动的过程中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碳，造成了温室效应，加剧了冰川的融化。尤其是那些大户，他们一家的排放量顶得上我们一大堆人的排放量。如果限制不了这些人，大不了将来一起完蛋就是了。然后我们穿过一道大门，就一路来到了展厅9，这边讲到了中国各个区域所属的位置。难怪北京、天津这么热，原来属于是北亚热带，这就不奇怪了。其实单单在第4季，我们的气候也有很大的变化，一时一个样。再往前就来到了展厅8，这里边所介绍的是新中国时期研究冰川的那些科学家。在1952年，地质学家李杰发现了这处冰川遗迹。到了1958年，李四光教授带领学生前来考察此处冰川遗迹，并确认了它的历史价值。之后又建起了博物馆，并对外开放到了今天。然后又在2楼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展厅6，这边用照片展示了中国的各处冰川以及各处冰川遗迹。其实北京西山的冰川遗迹要比博物馆这点地方大多了，馆外也有不少残迹。如果想要了解其他的冰川痕迹，博物馆里也有地图，挑感兴趣的细看就好。这个展厅里的实物是一堆各式各样的矿石，看来这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它其实也是半个地质馆。2楼最大的看点是展厅11之内的遗址区，这个屋子是没有空调的，里边闷热闷热的。我们能在这个展厅里看到冰川擦痕面的实物，还能看到地质学家李杰的铜像，正是他发现了这处穿越了10万年岁月的痕迹，我们才得以在博物馆中了解到以上的这些知识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逛完了这处第4季冰川遗迹博物馆。这一路走下来，其实并没有多少看点，最多就是学了点关于冰川的基础知识，以及对我们之前去过的甲青冰臼群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。可见北京的博物馆资源还是足够丰富的，只要你愿意去深挖，你周末就有的是地方可去。想要什么小众的、奇葩的、边边样样的博物馆，都能如愿以偿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